最近这人丁丝绢的事情，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吧？啊，是。明日三座会审，就是要把这个事情下一个定案。诸位，都是金安的乡贤，不如明日一同前往做个旁听，以示关切下民之意啊！一定。哦，这仁华县的方知县，和本官今天都在这里，都是好官、清官。只要大家是反映民意，我们一定会从善入流，对吧？这人丁丝绢税说破了天去，每年顶多也是3530两。如果朝廷要以此为由头，啊，平时你们不看谍报，不知道朝廷啊是要在全国搞清账。如果我们认了，朝廷的担子可就大了，下次来的会更狠呀。如果咱们这次咬牙不认，那朝廷也只能体谅咱们的难处啊。今晚在座的都是金安的近身乡贤，我们必须共进退，方得使然。是。小老先看了。范老，告辞。走。方兄啊，你怎么能如此的愚钝呢？这帅风二人在童阳被捕的牌票是你转给金安府的吧？对呀。此事本身悄无声息，由这童阳县移交到我揽溪，我把事情给办了。可现在倒好，被那黄宁道截了胡，如今成了三座会审。这里边啊门道太多，你们没有人提前告诉我一声啊？这种事儿能明说吗？牵扯到帅家墨，你老兄就不能动动脑子吗？你们做事藏着掖着啊，到如今，倒埋怨到我头上来了啊！毛兄啊，揽溪价格库这场火到底因何而起啊？你可得给我交个死底儿，让我这心里也有个数。当然是帅家墨他们烧的，那海部公文里写得很清楚啊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审得帅家墨、方宝玉二人，本受巡案之托，入揽溪价格库查阅账册，只因未能完成嘱托，竟在揽溪县价格库纵火，使得100年册籍一夕荡尽。闪开！后畏罪潜逃，落网于童阳县。今日黄知府、刘巡案与本官三座会审，务须推居真相，公堂之上，正大光明。敢有妄言、诬言、谎言者，严惩不贷。帅家墨、方宝玉，起身回话。刚才对你们的指控，你二人可否认罪？不认，我们是被绑架胁迫的。哦，
绑架胁迫，这好像跟文书上所写的不一样啊！这哪有犯人自己主动认罪的？要我看呀，先打他10几板子，才能说实话。毛知县稍安勿躁。程仁清，见过诸位。在下程仁清，秉承常理人情、正气公心8字为圭臬。哎，休要啰嗦，赶紧开始。封宝玉、帅家墨，今天是3座核审，3位朝廷命官高高在上，每字每句还有书手抄录。你们开口讲话可要仔细，如果胡乱攀咬、记入口供，将来那可都是罪过。呸！你以为我们像你一样无视？记下来，封宝玉藐视公堂。冯宝玉，如实讲出你的经历就好，不要咆哮公堂。遵刘玄安令，当日老帅受您之命去价格库查卷，在当天下午未时左右，我在揽溪县的街头被一群蒙面人给直接绑架了。他们绑架我之后，威胁老帅，让老帅在原地不动，不可以交出查卷的结果。可是到了晚上，他们又把我跟老帅绑在价格库里边，他们点火准备烧死我们。这供词当真荒唐啊！蒙面人竟然要烧死你们，为何整个价格库都烧成了一片白地？你们2个却没死啊？我们是侥幸撞开大门逃出来的。那就奇怪了呀！你们既然逃出升天，为什么不立刻去报官呢？反而连夜潜逃去了童阳县？是蒙面人帮我们去的，简直前后矛盾嘛！前面说蒙面人要烧死你们，后面又说蒙面人把你们绑了，我就纳闷了，这蒙面人究竟是要杀人灭口呢，还是在练习跑腿啊？这是简直笑话！这个蒙面人为什么这么做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是我说的句句属实啊！我问你，这蒙面人是谁啊？是陆飞龙。何人？啊，回知府，这陆飞龙是本县捕班的班头，平日负责缉拿罪犯，维护治安。你是说揽溪县衙捕班的班头陆飞龙绑架了你们2个？对啊，又焚烧了价格库，然后还把你们2个不远百里的送到了童阳县放走。对啊，哦，不是，他不是要放走我们，那个陆飞龙原本是想在童阳那个破庙把我跟老帅杀掉的，我们2个是逃出来的。这不越说越离谱吗？他为何不在揽溪动手，反而把你们送到童阳县杀掉啊？封宝玉啊，你好歹是一个读书人，下次把故事编圆了呢，再讲给大家听。冯宝玉，想仔细了再讲。宝玉，你的证词里边一会儿说蒙面人要烧死你们，一会儿说蒙面人把你们带走了，一会儿又说蒙面人要在童阳把你们杀掉灭口，前后割裂，莫衷一是，我到底该信你哪一段啊？更何况，这陆飞龙是揽溪县衙捕班的班头，他为什么要烧掉自己县里的价格库？动机何在啊？对呀，动机呢？在下斗胆，有请证人陆飞龙上堂。传陆飞龙上堂。揽溪县捕班班头陆飞龙见过黄知府。起身答话。谢黄知府。陆飞龙，案发当日，你人在何处？我在乡绅饭府吃酒，席上10几人皆能作证。啊，不错，那日我确实见过他，还与他打了招呼。刘巡啊，黄知府，毛知县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。陆飞龙呢，在接安的地界上是有绰号的，若论胁迫绑架的能耐，他肯定是有的。但是，他一无动机，二无时间，所以封宝玉的所言所语，全部都是编造。不对，陆飞龙他有时间。我跟老帅后来跌落山崖，藏身农户的时候，他还一路追过去了。
沱阳县肯定有人见过陆飞龙。你可真有趣儿。陆飞龙是补班的班头，他的职责就是缉拿凶犯。许你们逃到沱阳县，不许他追到沱阳县吗？而且同样的邓知县可以作证，陆飞龙一入境便去县衙报备过。那陆飞龙没有动机烧价格库，我和老帅也没有啊。还是不死心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再请一位证人上堂。准了。哎，小心！放聪明点，你女儿和外孙可还在家呢。兰溪价格库书吏，拜见几位官爷。起身答话。谢。来，老丈，当着几位父母官的面儿，详细的把你那天看到的所见所闻都讲出来。小人奉命看管价格库，自称有着查卷之事，向来是晨起开门，他们入库查看，到了日暮时分，他们离开，小人再把门锁了。到了要关门的时候，我去催他们，两位书手离开，可帅家墨却没有走，说要等一个人。没过多久，一位公子前来。哦，这位公子可在堂上？就是封宝玉，封公子。哎，你胡说！你根本就没在价格库看到过我。封公子进了价格库之后，就把门关上了，不让我靠近。我以为他们还有事未完，就先行离开去吃饭。他们两个有什么事情，将要打破禁令，入夜后还要留库？不知道，我这隐隐听到争吵声。吵些什么？我耳朵背，听不太真切，只听到，榆林策来不及查阅，如何交代，莫要连累等语。他们似是相互抱怨。我看到里边点起了蜡烛，便提醒了一声，结果被他们赶出来了。他在说谎。谁在说谎？他，这个老厉。我与宝玉未曾起过争论，我也未曾耽误过查卷的进度。这个老厉刚才说，我跟宝玉在争论的时候说出了“榆林图册来不及查”这种话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的工作是去查税赋账册，而榆林图册记载的是土地情况，与我所查根本就不是一类，我不可能说出这种话。他可能听错了，刚才他说了，他耳背。不，查榆林图册的另有其人。是谁呢？刘巡案派去帮我那两个书手。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去帮我，一进了价格库就直奔榆林图册而去，应该是想摸清兰溪县的土地情况。这个与案情无关。哎，不，有关。这个老家伙肯定是看到那两个书手在查榆林图册，就以为我跟老帅去也是查榆林图册。可笑的是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老帅和那两名书手查的完全就是两码事儿。刘巡案，请召回那两名书手，他们每天都跟老帅泡在一起，你问下他们，便知道老帅碰没碰过榆林册子。这咋办呢？刘全，要不然就请你那两位书手也上来说说吧。好吧。这到底怎么办？我听衙门里的人说，这方石像啊，连个正座都没捞着，就在旁边陪着。正座都没捞着了！你们说这方石像是不是拖着呀？我问你们两个，帅家墨在价格库里是否碰过税赋杂役以外的文书？未曾碰过。你们两个肯定吗？我从未见过如此待得这么有定力的人。他一坐下就不动了，一直到日落，就在那儿不停地翻，不停地算。那你俩的意思是不是，帅家墨在这个价格库里就一直在算这个税赋有关方面的事情，从来没有碰过榆林图册？回知府，他所查的东西本来也与榆林图册无关。
知道了。兰溪县书吏，说，你是如何听到帅家墨与人争吵的？他许是老糊涂了。程仁清，老吏所说的一切，都算不得数了吧？不作数了。嘿嘿嘿嘿，听到没有？不作数了，都给我记下来，不作数了。哎，好你个烂溪书吏，捏造谎言，平白无故折腾这么多府县官员，实在可恶！来人，拖下去，重打10板子！请您大老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撒谎的？说！说！黄知府，老吏说谎只能证明帅家墨和凤宝玉没有吵架，却并不能证明价格库的大火和他们没有关系，更不能解释为什么出事之后他们潜逃去了桐阳县。程仁清，不要胡搅蛮缠，老吏的证词是假的，那帅家墨火烧价格库的动机便不存在了。那他也许是误动了火烛。程仁清还敢在本府面前胡言乱语！来呀，给我拖下去，重打10大板子！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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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风宝玉、帅家墨，经查，你2人并无焚烧价格库之计，本府宣布无罪开始。哎呀，这声音是这样。黄知府，黄知府，既然老吏刚才是在撒谎，那就能证明我们刚才说的全部都是真的。绑架我们的，真的就是陆飞龙。陆飞龙有人证，时间对不上。至于谁在背后指使老吏，并纵火焚烧价格库，我们日后再详查。帅家墨，本府想问你，刘询案交给你的差事，你到底完成没有？人丁丝绢税的源头，查到没有？查明了。黄知府，今日3座会审，议的是纵火案。既然您已经定他人无罪，理应散去便是。这怎么又忆起人丁丝绢的事了？毛知县，人丁丝绢一事，金安有些人明里暗里使绊子，才有了这个价格库纵火案，说是2桩事，其实本来就是1桩。如果廓清了人丁丝绢的真相，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所谓提纲挈领。若要提议这件事情，那其他几位知县都应到场才对呀。本官巡按金安，为此案设立查院。难道人没有到齐，本官就审不了案子了吗？帅家墨，你查到什么证据没有？证据都烧没了。兰溪县的价格库是诸县中保存最完好、最久远的，如今焚尽了，其余诸县怕是也难以查清。不过我已经想到了别的办法，同样可以证明人丁丝绢税的来历。速速说来！只要查清仁华、兰溪2县的赋役白册即可。赋役白册。巡按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毛知县，这是为何呀？请坐。赋役白册，在大众面前展示，不合适。为何？2位知道赋役黄册是需用朝廷的，可是
一线的虚实可都在各县自己造的赋役白册之上啊。一线的政务须臾离不开都是县衙的命根子啊。那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展示的呢？这个东西是很好用，但是它终究不合朝廷法度啊。下边不会把它拿到明面上，而上面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上下心照不宣。如果要让这个帅家墨破口的话，那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。黄知府，既然如此，方知县、毛知县，啊，把你们的赋役白册拿出来，供帅家墨查阅。宣大人，不可能了，我兰溪县的都已经烧光了。哼，毛知县，你说笑了。赋役白册不是正式文书，不会放进价格库的。你，反正我们是拿不出来。如果您要用官威压我们可以去吏部上告，还要去督察院请御史弹劾你，对吧，方知县？方知县，哦，哎呀，哎，放他睡。哦，下官今日只是列席呀。方知县，现在河邑人丁思捐需要调取你县的赋役白册。哦，赋役白册呀？8县共进退。啊，8县共进退。哎，这8县到底哪个县该进，哪个县又该退呢？黄知府，刘巡案，下官今日虽然列席旁听，但其中之端倪，下官也清楚了一二。这人丁思捐税，它可是关系到我们仁华民众的福祉。若帅家墨能查出此案的端倪和有误，下官宁愿摘下这官帽，力挺此案。区白册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好啊，好。好热的天哪！这些死了官帽也要为民做主！是指还是新进的进士，如今已是国之栋梁，全靠世伯平日提携教诲，否则文才求今日。那小侄还有正事在身。马监事，马监事，诸位，马监事，马监事，马监事突然莅临金安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啊，没什么大事，只是听闻最近有一桩人丁思捐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民间颇有议论。我忝为金渠兵备道，自然要过问一下。哦，我们正在核议此事，
马千世远道而来，不妨先到后堂歇息，容后详谈。不用了，我就坐在黄知府旁边吧。今明未见，程兄，别来无恙。坐，都坐。我们继续。帅家墨，刚才我们聊到哪儿了？要查揽西、仁华两县的赋役白册。哦，对。你们两县意下如何？哦，我已差人去取赋役白册。毛知县，你呢？我这就差人回去去取，但往返1个来回，恐需1天的时间呀。毛知县不必了，本官在揽西时着人抄录了一份，就在茶院里。派人取来便是。我怎不知？你竟然……毛知县，调刷文卷，乃本官的职责所在。难不成毛知县有什么亏心事，不敢露白？我看不是这样。马千世，风尘仆仆远道而来，应该感觉到会有些疲惫。我们大伙儿呢，在此商议此事也整整1上午，接下来还要等赋役白册的到来。本府宣布，暂时休息，下午继续商议此事。方知县出来了！哎，方知县，方知县，终于盼到你回来做主了！方知县，我们的青天大老爷啊！做主啊！青天大老爷，方知县，为民做主好官呀！跟方知县说几句话。我说，这什么情况？你没听见吗？这是百姓向您欢呼，都说您是青天呢，青天大老爷。哎，谢谢。我什么时候成了青天大老爷？您就是。方知县，方知县，哎，方知县，方知县，您真是为民做主的好官呐！方青天，方知县，青天大老爷，哎呀，青天大老爷，那以后就是方青天了。哎，你去取赋役白册，尽快给送过去。啊，好。老爷，今天您在公堂上这一手，毛知县和范老怕是不会高兴吧？我说的说了，做的错了，我管他那些。那这8县同盟，老爷，我是仁华的知县，自然是要站在仁华的立场上讲话，为百姓发声。方知县，撕破脸了是吧？对，摆明了要和我们作对。毛知县，干嘛这么大声啊？你到底想清楚，我是跟你作对，我还是跟范老作对呀？这有区别吗？那区别可大了。跟你作对，我们是公对公的义士；跟范老作对，那又算什么呀？我看你这个知县是干到头了。干到头我就不干了，那也比在人后面当狗强。毛知县，我们可是朝廷钦点的官员，我们不能总跟人屁股后头像狗一样的舔，跟人家后面待着，我们有点当官的尊严没有了。啊，方知县是要跟我聊做官是吧？好，今天我就跟你说说做官。我老毛做官比你强，
你这些年是屁事儿不干。哎，别跟我说什么清静无为啊！是，我老毛在兰溪是犯下了不少错，8戒犯了，但是有了他给我做后援，桥我修了3座，义仓我建了5间，就连从兰溪到金安的那条大路，都是我筹银子修的。哎，是这些方面，我哪比得了您呢？你们一个个的呀，都是官宦子弟，世家出身。哎，最不济的也是书香门第，是可以清高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就是个机灵户。我家中无男丁，我老娘含辛茹苦的供我考出了个知县。我在朝里没靠山，兰溪我没熟人，我不仰仗范老这样的人，我靠什么？我能施展开拳脚啊！毛知县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啊？我何尝不知啊！方知县，你不做官了，退下去归隐乡野，不失为一方富户，没事儿玩玩石头，打打马吊。我呢，我若不做这个官，我和我老娘就什么都没了。我若想出人头地，我就要去做事，要做事我就要去借势，借势。我拿什么去还呀？我只有这点良心和这张脸了。毛知县，为什么我已经听进去了啊？听进去了。方兄啊，适才与你掏心掏肺的说这些，就是要告诉你，我输不起。这个案子，我就是豁出命，我也要拼出个胜负。方兄啊，你平时玩石头，不玩刀，你不知道我那把关王刀的分量啊！就是把它举起来，都得运足了力气啊！所谓刀是无悔，一刀下去，那可就收不回来了。无论是对是错，都得一劈到底。上！下午见。这个马文才啊，肯定是范爷请来助拳的，来者不善。这个范老头人脉也不浅啊，一个按察使司的佥事，他说请就能请来。你可不要小瞧这些治世的相宦相生，个个都不是好相与的。这范爷以前是入朝为官，什么姻亲呀、故友啊、阁老啊，不计其数都能织出一张大网来。你捅他一处，整张网都能给你盖过来。马文才下午一定会对这人丁四卷发难，咱们得有个计较。如今帅家墨被判无罪，方知县已经公开倒戈，8县联盟已经本开一脚了。下午我只要判这个人丁四卷究毙，你趁热打铁，把这个清账良田的事情啊说出来，咱就算大功告成了。家墨，哎呀，看看，这封家差人送饭，哪有只送肉不送菜的呀？来，吃菜。哎，
这临近开堂了，你那个朋友呢？啊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哦，他呀，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纨绔。贾母，这次5岁开始，也算是9死一生了。听我的话，以后不敢再趟这趟浑水了啊！来，喝汤，喝点汤。哟，今天有鸡汤。他们说啊，吃鸡头能治头呆。我们家木啊，一点都不呆。谁要是不服，让他来跟咱比比算学。一个大蒜呆子，一个小蒜呆子，还不够呆呀？宋大哥今天送这只鸡来的时候，说托人打听到了一位神医，专治头呆的，诊费很贵。没事儿，银子的事儿我来操心。我记得我娘说过，多吃鸡头，专治呆头。你还记得什么呀？啊？我还记得，您给我家送过鸡，你带我爹和我进了价格库。这就是你一心想见识的价格库嘛？啊！凡天下之读书，版籍，即今古钱帛出纳之文牍，尊宏贵藏，以待服务考证之用者，现在焉。哎呀，如此重要之地，若是没有我的首肯，别人当然不会让你进来了。你记得的东西，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还不够，还不够。错的就是错的，必须要改。你这份执迷不悟，真有乃父风范。我也是仁至义尽了。尊长，干活还这么开心啊！哎呀，仁兄，宋长安，听说你们在这儿涨田，我特意过来看看啊。这块武功堂下杭序69号田，可是咱们县最妖的田了。我测算了3遍才出的结果，10亩6分，分毫不差，正好印证了我的推步据顶之术，痛快！尊长啊，我觉得要不然再重新量一下资质吧，啊！不用，我算得很准。哎呀，你的绳尺啊有些旧了，容易松弛啊。对，这些银子是修缮费啊！来，再重新量一下，我觉得9亩2分就够了啊。差太多了。那你要多少啊？啊？我说的不是银子，我说的是田亩的面积。你想啊，9亩2分，你要真写上去，那跟榆林图册上记载的数字差太远了。有些人只要一笔私利，他马上就知道问题了。敦长，用你的绳子啊，同时在4处缩上几尺，保持形状不就完了吗？上地缩绳啊，这是法度明令禁止的呀。10亩6分的地，你要变成9亩2分，你将来要交赋税呢，那短一大截啊！敦长，你是府衙里边啊账的最准的，谁会质疑你啊？连知县老爷都
不会跑这儿来亲自查验。我跟你说老实话吧，这地呢是范家的，这银子也是他们给的。范家，我今年给范家量了4次地了，这个月量的好像都是他家的地。他们买了多少地啊？这谁能数得清楚啊？啊，买卖双方银母两清，咱们收了银子，皆大欢喜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快收，接着说。我该说，段成，你听我说，这银子我不能收，万一让知县老爷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有些呆气呀？范家这一代，除了2个举人，1个进士，朝中还有人做大官呐。那知县老爷想巴结都来不及呀！啊，更别说去招惹了你。五谷丰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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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谷丰登。家父，家父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为什么不躲呀？敦成，你在户房弄点俸禄，你怎么给他好的前程啊？啊！要治好他的病，得花多少钱呢？慢点，慢点。我是赶紧吃完，下午还得拍小帅呢。老岳啊，这个人丁私捐税的案子啊，咱们就别淌这浑水了啊！姐是想清楚了，要什么功名，要什么名声，咱们就老老实实、踏踏实实的，好好当一个纨绔。你就去玩，就去疯，去花钱。你不是喜欢赌博吗？你就告诉我，哪儿的赌坊最大最好？最好的肯定是省城的呀。立马就去省城。哎，封城，哎，给少爷准备盘缠还有马啊！哎，好嘞，不用了，我不赌了，现在。不赌了？嗯，那你干嘛呀？想读书的话，姐给你管够。我想起他的名字了，叫《私捐全书》。那本书是你父亲所著，老朽恰好看过。对呀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叫！哟，范老，诸位，您可来了！来一步，来一步，来一步！快坐，快坐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坐，范老。范老来迟可得罚酒3杯。岂敢，这酒我替范老喝啊！我喝。这杯酒我先敬诸位。来，失职。范世伯。程兄怎么不一起吃啊？
说你如今是个官夫，芸娘去世几年了？7年。也是个命薄的人呐。此间事了，你告诉我他埋骨何处，我也去拜祭一下，说说当年情分。我说的是朋友情分，你想哪儿去了？虽说他当年有眼无珠选了你，那可我一点儿都不记恨他。你记恨？你好意思？要记恨也该是我们吧？想当初要不是你爹在科场使出了下作手段，如今你我的位置，怕是要对调。成人清，我好意来敬你的酒，你为何还口出妄言诋毁我爹与我？整个书院都心知肚明，你又何必在这惺惺作态呢？芸娘当初就是看清楚了你们马家的这点鬼域心思，才选了我。你是个做壮师的，难道不知道讲话要有证据？别说我是谦士，就算是白身百姓，也不能凭空误认清白。再者说，你这些年名声在外，一个收多少银钱还多少公道的宋棍，也好意思说别人鬼域心思？芸娘要知道自己嫁的是这么个没出息的家伙，还不如来我家做妾。过谦了啊！程兄啊，坐下。刚才是我言语不当，坐下，坐下。好，来，这第3杯酒，咱们一起喝。好，来，来，好，尽管了。来，吃菜，好，来，吃。难得有饭好菜，多喝一杯。不知道程兄你读过佛经没有啊？这佛经里说，人死了以后，有的投胎成人，有的投胎成了畜生，从此殊途。像我说呀，这人活着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每过一道坎儿，无异于一次投胎。你什么意思？必须得承认，你当年确实比我有才华。德多，卖相也好，芸娘选你情有可原。可自从那次科场之后，你我际遇分野，差不多就是投胎的差别。我转世成人，而你却成了畜生。你呀，你既然成了畜生，就要认作畜生的命。一只狗要是有了人的风骨，这吃屎的时候得多难受啊！马文才想清楚，功名利禄4个字，功名你已经没了。杯子若砸过来，恐怕你利禄也成泡影。芸娘早死，想想你自己还剩下什么？唉，下午还要靠程兄你冲锋陷阵。你可要吃饱点啊！黄知府，颠赋予白册数量较大，本县提供的是礼义级的薄册。兰溪县的赋予白册，我的人也只来得及抄到礼义级。无妨，扶摇驿向来是以礼为单位的，一礼是110斛，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那就好，帅家模，开始吧。人丁司捐税，原是成化9年监府协饷，共6000匹，由8县均摊。到了成化16年，改为了人丁司捐税，由仁华县独担。要证明这两者的关联，原本很简单，只要找出成化年间除仁华之外其他7县的税赋账册，再调查其中的增减，
便可一目了然。哎呀，这些大家都知道，账册都烧光了，你非要拿来这些赋役白册添什么乱？嘉靖10年之前，奉兴的本色税是要调用徭役，由百姓自行运输。也就是说，从这赋役白册中也可以看到税赋的多寡。帅家默，本府提醒你，在座的诸位可并不都像你一样精通算学，我觉得你有必要详细解释一下，以免有些人听不懂又来啰嗦。好，那我举个例子，就好比仁华县今年所交夏粮未知数，但通过赋役白册可以查知。方知县今年调用了1000名民夫用于运输，那么已知每2名民夫可运粮5担。仁华县今年所交的夏粮一共是2500担。啊，这样解释起来就容易懂多了。王知府，重点不在于算法，而在于此人的动机。程仁清，你一个小小的宋师，谁允许你在这说话的？下去！其他人可否还有异议？如果大家没有异议，甚好。帅家默，开始算吧。驾！解得了。直接说结果。成化9年，晋安府协饷6000匹丝绢，折银3530两，由8县均摊。可从成化12年开始，每一年分担的比例都在变化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一笔非常巧妙的账目操作。如果一下把所有税赋都转嫁到仁华县头上，那么立刻会引起警觉。他们所采用的手法是逐步增大仁华县的税赋比例，也就是说，每一年仁华县多交一点，其余7县少交一点，不显山不露水。整整4年过去，仁华县平白多出了3530两的税赋，科目也换成了人丁丝绢。哦，明白了。好了，辛苦了，帅家默，你先一旁歇息吧。这个手法真是高明啊，真是温水煮青蛙呀！难怪呀，仁华平白啊多交了这笔赋税，还丝毫没有察觉。原来这都是4年间一点一点提上来的呀！你说百姓只知道朝廷在增税，朝廷增税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哎呀，好啊，既然人丁丝绢是篡改而成，那我们就应该正本清源，回归均平。刘玄，我觉得此事不宜操之过急，毕竟是10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现在时移世易，况且现在的建八县和当年的建八县可情况大不一样了，户口人数有所增加，而且开垦的田地数目也变化很大。如果再按以前那样均摊，好像有点不公啊。黄知府，这事儿简单，我也有成算。晋安府8县，不妨重新测一下田地，按照新统计的田亩数量，制定分摊比例。太好了，还是刘学案显得周到。这个提议甚好。那本府现在就宣布。等一下，程仁清，你又要干什么？黄知府，刘巡案，毛知县，你们可知道帅家默为何要提起这一桩100年旧事呢？你不就是又想说帅家默的父亲曾经因为此事蒙冤，帅家默是挟私报复吗？这等毫无关联的诬陷还要说几遍啊？可是确有此事啊！当时帅敦成就是为了这个罪名受罚的，
畏罪自焚而死的。宋通判，这又何妨？这账册可都是真的呀。这诸位都是牧守一方的官员，应该知道这种事儿的关键，它不在公正，而在示范。倘若帅家墨因为父母之仇，搅得建安府一府八县不得安宁的话，而且他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那会树立怎样的一个榜样呢？此先例一开，倘若其他小民纷纷效仿，那府县衙门还有精力干点别的吗？一派胡言！今天任华可以说人丁私捐税不公，要求彻查；但明天揽溪也可以说赋税不均，再查一遍。那还有同阳、武江、万城呢？试问建安府哪个县的赋税是完全公正的？个个都要求纠正。哪里还有其他精力干别的呢？试问诸位，你们真的愿意为了100年之前的一笔旧账，为了这个算带字的私心，不惜牺牲建安府的整个安定局面吗？程仁卿，你这是在威胁黄知府喽？在下不敢，我只是想提醒诸位，常理人情、正气、公心，常理排在第1位，而公心只排第4。程仁卿，你屡屡在这巧言令色，来啊，把他给我插出去！且慢，黄知府。本官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马佥事，此乃民政事务，尊驾在旁边旁听即可，难道还要发表一番议论不可？民政，我看不尽然吧。我刚才听帅家墨说，这个人丁私捐税的源头乃是被窝的协饷，对吧？不错。我们金渠兵备道是嘉靖45年设立的，职能嘛也有被窝这一条。金安、衢州等地至今仍在协饷。既然人丁私捐是协饷所化，那兵备道自然也可以发表意见。军政干预民政，此乃朝廷大忌。马佥事这么做，就不怕被弹劾吗？刘巡安，你既然叫我马佥事，可知这“佥事”2字的前面是什么？奉行提刑按察使司。不错，我虽分管金渠兵备道，但仍是按察使司的编制，所以问理刑名、进阁监闭也是分内之事。你自己也是巡按，这点道理难道还不懂吗？那好啊，不过有话说在前面，你想说就说，至于是否被采纳，那还是黄知府的意思。本官听了这么久的合议，忽然想起一件往事。大秦末年，群雄风起，这其中最厉害的一个，便是西楚霸王项羽。最不起眼的是一个泥腿子刘邦。项羽在巨鹿破釜沉舟，大败秦将章邯，而刘邦呢，则趁着这个机会，偷袭关中，一举占领了咸阳。刘邦一个泥腿子，手下也尽是些沛县的流氓混混，他们哪见过咸阳那么华丽的大城啊？于是他们尽情地享受荣华富贵，这其中只有一个人是例外，这个人便是萧何。萧何没去抢金银珠宝，也没去抢绫罗绸缎，他到了咸阳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了咸阳的价格库，把里面所有的账册、税簿、户籍文书都搜集起来。这些文书记载着大秦36郡的衣食3项数目，壮丁、牲畜、田地、仓储等。鸿门宴之后，刘邦被迫去了汉中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没带走，只带了这些文书。全靠这些文书，刘邦才知道天下之虚实，民力之多寡，才能在楚汉争霸时做到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是以天下大定，汉高祖推萧何为首功。马佥事，我们坐在这儿，可不是要听你说书的。啊，我想说的是，
为政者欲要有一番作为，必先掌握数目。如今朝廷正要刷新政治，金安若能够重定税目，清账田亩，可谓上应天时，下顺民意，先天下之忧而忧。我兵备道，自然鼎力支持。马千世说完了。说完了，两位，但凡有用得着我兵备道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不吝惜。即便如此，一旦上报朝廷，以阁下的身份，也不能拒贤联署。哎，只要对朝廷好，对地方好，我又怎么会来抢这份功劳呢？不过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倘若两位做的有什么不妥，无益于国计，本官弹劾起来也绝不手软。那你们两县还有什么看法？为民扶植，责无旁贷。曹知县，你呢？既然大家都认同，那兰溪县也认。很好，那本府宣布，3日之后，金安8县重新丈量田亩，为恢复人丁丝绢旧制做准备。各县县令护防蓄力，提前安排好。黄知府，这个宋师怎么处理啊？马千世有什么想法？这个人从一开始便在搬弄是非，什么常理人情、正气公心，不过是赚银子的借口罢了。适才大家都听到了，帅家墨明明已经证明了人丁丝绢税的不公，他还挖人阴私、攻讦旧事，甚至还拿金安府的稳定来做威胁。金安府的风气，怕就是这种人给弄坏的。马千世虽然急事，我也觉得此人有问题。毛知县，这程仁清可是你们的刑名师爷？当然不是了，不过就是个宋师啊，仗着点小聪明而已。那我明白了，本府现在宣布，程仁清妖言惑众，履行诉讼，拖出去，杖10板，逐出县学，拘回兰溪反省。此后不再以宋师身份进入府衙、县衙。你跟范老中午早就商量好了，却还要我跳出来反对。你当年在书院慷慨陈词的模样，我可是很久都没看到了，真是怀念呐。实话告诉你，当年那次科场，我爹使的手段本来只是让我抢去你的头名，是我让人在你的夹带里塞入小抄，故意被考官发现，这样你连卷土重来的机会都没有。践踏一个你讨厌的人，就得践踏到底。云娘就全有知，看到他选的男人如此窝囊，应该也不会瞑目了吧？多打2下。程远，慢点，慢点。刚打完板子，这么颠疼。程先生，兰溪价格库的老吏
死了。死了？刚才我听到消息，那老厉在监牢里悬梁自尽，还留下了一封遗书，说价格库的火灾其实是他误烧的，因为惧怕责任，所以才推卸给了帅峰二人。这听着合理多了。这纵火的案子算是了结干净了，没隐患了。至于是不是自尽，没人在乎。先生觉得不是。我怎么了？这么快到了？范老，有负所托，惭愧。程壮士，你在仁华县有一个姘头叫封碧玉，对不对？我跟封家姑娘是清清白白，请你不要凭空的污他们名节。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你来仁华县，还特意去找了封碧玉。要是没有私情，你没事找她做什么？封家铺子远近闻名，我怎么就去不得呢？可是当天晚上，封碧玉就去找了方茂贞，随后方茂贞便莫名其妙地把牌票行去了金安府，才惹出后头这么多麻烦来。最要紧的是你在揽西价格库大火中亲自救出了帅峰二人，你说对不对？先生，来人了，快走吧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总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。一个人如果逾越了本分，是要遭天谴。常理人情，正气攻心。这是你最爱说的，常理大过人情，人情大过正气攻心。可惜，别说啊，这几天你在这儿帮我擦着药膏，好多了。这药膏是碧玉姐的，手法也是她用来腌火腿的，好用得很。原来是风姑娘的药膏。帅家梦，我就说你是给父母报仇，你还不承认？那么大个3530，就在那儿画在墙上。哼！人丁四捐税，出了错，没有仇。之前我在公堂之上那么对你，干嘛把我救回来啊？因为你说的好多都是不对的，我要跟你说明白。呆子，真是个呆子。说实话，我一直以为这世上所有的人吧，
都会遵循常理人情、正气攻心这套道理，但偏偏在你身上吧，这道理不奏效。不明白。鸡同鸭讲，咱们两个根本就不在一境界里边。不过现在啊，也只有你这呆子了，肯理我这落魄之人。我说轻，轻点儿。今晚这是怎么了？这么大阵仗啊！我爹曾经教过我一门丈天之术，叫做推步聚顶之术。小时候教过我口诀的，可惜我想不起来了。我爹是军户，从小我便被教导励精图治。为了磨练我的意志，我从小就练武。也因为我爹的严苛呢，我满腔热血，意志坚定地进入了书院，整天在书院里边嚷嚷着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匡济天下，扫清时弊。这推步聚顶之术，关键之处在于经纬交叉，标记远处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认识了书院院长的女儿芸娘，我跟她两情相悦。先前经纬，在点远处。跟芸娘成婚之后，我跟她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贫，但是那段时光真美。芸娘为了我外出方便，花了她所有的积蓄给我买了一匹马，起名云朵。我本来打算第2年参加大比，在科场夺魁之后，让芸娘过上风光日子。可没料到这个马文才从中作梗，天行取顶，再算推步。好在有芸娘在我身边不离不弃，可天有不测风云，芸娘她突然患了重疾，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花光。后来有一次同窗让我代写一份状纸，实在没钱给芸娘买药了，我便勉为其难的应了。这酬劳是真的丰厚啊！可老天无眼，芸娘的病积重难返，还是没撑过来。阴阴白云浮在天，小根的唐无莲，时来不到难为雨，只以无心，最可怜。这红川溪稍作分水，至少还能开辟出几百亩良田。就是不知要花多少银子。是啊，摊派下去，百姓又是一笔负担。叫！任主播，任主播，是我。让他过来。任主播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我在忙公务，有什么事回县衙再说。不是，请你告诉我思源全书的事儿。
你先去忙吧。是。这人丁思娟的事儿，我与你们是敌非友，自有立场。你若真是想为他好，就劝他赶紧把这事忘了。任主簿，你告诉我，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功名利禄，那都是身外之物，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呀。那可是，如果一个人连爹娘都忘了，你告诉我他怎么活得开心啊？任主簿，你可能不知道，老师他每天不停的解题，不停的计算，他就是为了回忆起自己的爹娘啊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，可是我看得出来，老帅他7岁便没了爹娘，他很想念他们，他非常非常的想念。倘若留下来点东西，他还能够睹物思人。可是那一场大火把什么都烧没了，你让他如何想起？他只能通过不停的计算，才能够回忆起那么点片段。确实如此啊。你果然知道？只是听说而已。凤宝玉啊，你对这个帅家墨，倒还真是尽心竭力呀。因为老帅是我可以生死相托的好兄弟啊。接安府急报！接安府急报！果然如此，好算计。这一回，整个靖安怕是要大乱了。靖安府令，有鉴于本府人丁思捐税目屡期争议，为均平息，于即日起，靖安下辖8县通行清账田亩，重定地数。诸县属官吏役民等，需务尽慎行，细检谨算，不得有延误。错谬之情，必其功于一役。